嗨，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高精新出的 Store 500，也就是铁甲蛹。据工厂说，车架后段为全新开发，前悬挂也专门为 ADV 做了重新的适配，及改变了发动机挂载点的一些设计，最后得到了一款偏向于现代复古风的 ADV。来看一下外观啊。整个外观的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从当年的设计图到样车，再到现在的工程样车，逐步的正在完善每一个细节的设计和最终的呈现效果。那么还是从头往后看啊，首先看到的是这个透明的大风挡，是一个帽子的一个造型，这边的弧度还是弯折的比较大的。通过塑料的一个支架，官方说这个是铁甲蛹的触角吧，固定在整个壳子上面，还是比较简约，而且很有设计感。旁边这一块为了避免异响，用了一块有设计感的一个小胶块来做的固定。这边仪表用的是一个大竖屏，可以注意到后面的这个支架也是非常有造型感，做了一定的镂空的这种包裹的设计，看起来像是整个 pad 被插在了这个支架上面的感觉。我们看一下仪表，现在背后是有反光的情况下，整个开机动画还是非常流畅，而且有布雷斯通自己的这个设计元素在。这边主界面上面能够显示中间是跟行车有关的这个时速和转速信息，这边有油耗，这边是时间，中间这一块有一个总计里程，2个小计里程的数据，然后这边有一些 TC， 包括雾灯、开关都在这个位置所呈现。然后下面这边有一个油量的显示，甚至有一个 range， 就是剩余里程的一个显示。这边是档位，这边是水温，能够直接读出水温的温度。看到菜单里面啊，它的背景是可以设置成白色的，我们推出去看一下。OK， 白色的背景可读性依旧非常不错，而且整个界面也没有过于的花里胡哨。我们还是回到黑色，注意看，包括在菜单里面啊，这些布雷斯通的 logo， 包括车型的 store 这些小的细节设计还是非常到位的。看下面这一颗按钮啊，就进入手机投屏的界面，上面显示的就是你的投屏内容，包括导航或者手机的画面。下面就是跟行车相关的一些基础信息。接着往下看，这个位置线束的整理，包括这些覆盖件的均匀程度、接缝的这些细节，都还是处理得很不错的。而且这还只是一个工程样车阶段。侧面这个塑料非常的壮实。这个位置背后还有一个限位的一个小的设计，这个位置放工具或者急救包这些东西，后面的这个绑带就可以固定在这个位置。大灯还是 GK500 上的那一套大灯，高精在下面配备了2个原厂的雾灯，然后侧面这儿2颗是转向灯。我们通电来看一下整个灯光的情况。现在亮了灯之后，整个车的这个灯光照明的效果就要好很多了。可以看到明显有2条这个切线啊，也有可能是针对高低2个距离来调整的这个灯光，切线效果非常的漂亮。手把还是用的老的公模，不过公差和接缝这些依旧表现得非常的优秀，整个这个质感还是非常在线的。旁边这边就是一个磨砂质感的一个雾灯按钮，雾灯按钮也不是普通的那种糖豆开关，显得还是比较有金属质感的。当然它是一个塑料啊。下面是一个祖传的 USB-A 的接口，然后下面三星用的是跟攀爬板一致的这种熏黑的三星减震、回弹、压缩，包括预载都是可调的一根减震。这根减震的行程也非常的夸张，来到了180毫米啊，非常夸张的可用行程。后面的减震一样的也是来到了180毫米，非常夸张的一个后减震的长度。基于这个原因，下面的多连杆系统也是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可以明显看到跟攀爬以及穿越上面的那个形式是不一样的，换成了一个助铝件。大泵更是上到了100锁点的这个镜像对4的卡钳，整个制动效能应该是非常不错的。前面也是浮动的碟盘320的尺寸，这边挡泥是塑料的，前后做了一个拼色的处理，这边是一张贴纸。然后大灯下面有一个小的这个护板，是罩住了整个车头立管的这一部分的细节，用的是塑料的。
这整个车头都是塑料，非常的结实。然后下面这个水箱的护网也是非常厚实的这种护网，整个下面的保护的面积非常的到位啊，整个下面都是包裹住的。油箱金属的，而且这个油箱的体积非常的夸张，达到了19升的一个容量。长途模拟的话，500公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油箱盖这些布雷斯通的标以及 logo 这些细节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另外，这个油箱上面也覆盖了一个原厂就带的一个油箱包的拓展支架，这个位置可以放一个包在这个位置，然后侧面这些挂钩就可以勾一些时常要用的一些装备，就可以直接用一个网兜网在这儿。然后侧面刚才说可以放急救包和一些工具包在侧面，这个护手也是非常的结实，非常结实的一个护手。接着看一下车架这些细节，前面增加了一个点位去支撑整个车头的部件，而这个位置多了一个这个螺丝的孔位，包括这个位置车架也是多了一个吊耳，就能够实现侧面的一个护杠的安装。接着看到这个坐垫，这个坐垫前端收的非常的窄，海绵的形成以及软硬度我觉得是刚刚好的，不至于过于软。前面的这个前缘往前伸的这个距离，能够在你正常骑行的时候，腿能够正好的靠在这个位置。我如果正常的一个骑姿，我的腿就能够靠在这一块，然后激烈驾驶或者往前坐一点，靠一点，腿是能够很好的承托在这个油箱侧板上面，这个弧度夹着非常的舒服。这个油箱给人的这个安全感非常的足啊，如果旁边再装一个比较厚实的这个边包的话，就会比较的威猛。我1.75米的腿长参考的话，勉强能够全脚掌的着地。如果我比较放松、比较全屈的状态，就是一个前脚掌能够比较稳妥的踩在地上的感觉。整个后座属于一个比较有支撑性，而且比较宽大的一个座椅。前后座椅之间虽然是分体式，但是它做的是一个平的过渡。一个人骑的时候，你想往后面靠一靠，换个姿势，或者说在越野过程中调整重心，这个也是没问题的。然后侧板这边是做了一个一体式的侧板，而且上部这个地方是明显根据坐垫的造型是收窄了的，所以说整个车虽然离地间隙非常的夸张，达到了200毫米，但是820的坐高并没有给人非常难以驾驭的感觉，就是这个位置对于双腿的落脚性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设计和考虑。这个塑料的这个覆盖件是做的非常饱满，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家厂家在后面的挡泥的这个区域做到了背后的这个衬板，整个这一块是非常平整的。那么洗车应该是非常舒适的，你可以直接拿高压水枪给冲下来，抹布再一擦就好了。另外前后的这个轮圈，它的辐条是往外侧走的，所以说就不存在里面打密封胶的这一回事。那么前轮用的是110、80、19。后轮是150、60、17，是一个很标准的前后拉力胎的一个配置，算是比较野性的一个交力了。我们再来看到边包的这个系统，表面这个质感非常细腻啊，是一种有点编织又有点细牛皮的感觉，应该耐磨防水的功效还是蛮不错的。然后可以注意到细节啊，这些扣件这个地方还是带有一个锁扣的，这个位置。就你上面如果绑一些更多的东西，你可以把这个绑带直接这样给锁住，是完全拉不动的。是带快拆系统的，这带有钥匙孔和一个按钮，然后下面这是一个锁舌，就可以直接把边包给取下来。然后按这个，哇，一下就下来了。下面是一个挂钩的一个形式，那么这样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个边包给取下来。很结实的一个锁舌，下面是一个限位的一个块，侧面这些孔位，如果你选3箱的话，它也是这一套的支架，只不过这个位置变成了3箱的一个快拆的接口。再把它装上去，装上去就更快了，这样对准了之后，直接往里面一推，直接就卡上了，就很结实，完全不会有晃动。后面的这个顶包也是一个道理，这个位置拆开。就可以直接把它掀起来，这个包是2侧都可以开启的，非常实用的一个包。包上面也有很多这种挂载的点位，可以让你拓展出更多的东西，绑更多的行李。OK， 我们把所有的灯点亮，再看一下，大灯、雾灯、双闪，然后把远光灯也开启。OK。
所有的灯都亮了。后面的尾灯效果。那么大家觉得这款车是你的菜吗？好了，大家转发一下。